姑娘，赵恒他去兰香院了。好你个赵恒，白月光舍不得丢，权势也舍不得放，谁告诉你们我会咽下这口气？行，那我陪你玩。嬷嬷，去请侯爷夫人和我兄长速来兰香院。姑娘，这……快去！表哥，大喜的日子你来陪我，那新房里的人可怎么办呀？不用管他，倒是委屈你了，兰儿。等我拿到他父亲手里的兵权，这个正妻之位迟早给你。表哥，侯爷，您先消消气，别冲动。孽障！你在做什么？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父亲，是儿子喝多了，一时失态，请您责罚。这事儿是恒哥的错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只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蓝丫头的身份也越不过你去，过几日将她收到房里也就是了。你是正室，不必将一个妾放在心上。这赵恒虽然跪着请罪，可心里安稳得很。在他眼中，他兄长赵慎就算还占着世子之位，也早就是个废人了。他迟早是侯府的继承人，没有人会为了这点事把他怎么样。他甚至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将姚若兰收到房中。好算盘，那就看看到底是谁在算计谁。行啊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这位姑娘要签卖身契，以后要打要卖都随我。妾嘛，本来就是主母可以随意处置的玩意儿，二爷不会有意见吧？纪云香，兰儿已经将正室之位让给了你，你别太过分。这话说的冠冕堂皇，说什么让给我的，不过是既要又要，身份地位权势哪个都舍不得放弃，拿感情去填罢了。赵二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妹妹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坐着八抬大轿嫁过来，怎么正室之位还是别人让的？难不成你之前便和这位姑娘定了亲？若是如此，你赵家骗婚一事，怕是要给我武安侯府一个交代。大哥是真厉害，一句话就给赵恒扣了罪名。大婚夜跟别的女人厮混，说出去不好听，可说破天也就这么点事儿。骗婚就不一样了，这是实实在在触犯律法的。这混小子酒后失言，季少子千万别误会，咱们家对这门婚事有多重视，你是清楚的。3书6礼一样不差，怎么能是骗婚呢？你这丫头气性也忒大了些，哪个爷们身边没几个伺候的？什么了不得的事儿，值得这样兴师动众？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就这么几句话，赵恒的事大事化小不说，还反手给我扣了顶善妒的帽子。夫人言重了。我刚刚过来的时候，听到二爷跟这位姑娘说，这是他们俩人的洞房花烛夜，我还以为二爷今日娶的是别人，所以才请长辈们过来了个明白。二爷刚刚也说正室之位是这姑娘让的，听着可不像是酒后失言。小儿女私下说的混话，哪里能当真？恒哥，还不过来给你媳妇儿赔罪？大喜的日子做出这样的荒唐事，看你父亲回头怎么收拾你。今日是我言行失当，还请见谅。二爷不必多礼，夫人说的对，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只是这位姑娘大婚夜里就爬床，留着岂不是让人说伤心侯府没有规矩？忍住，日后等你得了爵位，想怎样不成？说起来是我不好，兰儿是我娘家的侄女，自小养在我跟前，跟恒哥如同亲兄妹一般，谁知竟让她起了这样的心思。如今你既然容不下她，我将她送走就是了。送走？送到哪里去？让赵恒养在外面，一步步害我家破人亡，等他大权在握，再将人娶回来，做什么媒？母亲这话我可不敢当。不过您既然说了是我容不下她，那便将人交给我吧，我给她找寻个好去处。你要对她做什么？姚姑娘这样的容貌身段，白放着可惜了。她这么喜欢勾搭男人吗？大哥，军营里是不是缺这样的？表哥，你做梦！这绝不可能！幸好还是恋爱脑，我还以为变聪明了呢。是夫人说要将人送走的，你对着我发什么脾气？再说了，谁知道他干不干净？送到军营，我还怕将士们染病呢。纪云舒，兰儿是我的女人，你若敢动她，
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我季家的姑娘不受这份折辱，既如此，这婚事作罢。世子息怒，云舒已经嫁过来了，此时婚事作罢，她以后怎么见人？季家其他的姑娘还嫁人吗？夫人不必忧心，季家养得起姑娘。我做的事会连累整个家族的名声，在这个时代算得上惊世骇俗。可我的哥哥毫不犹豫地挡在了我的前面。哥，我记得祖父当初定下的婚事，对象是长兴侯世子赵慎，我想嫁给他行吗？赵慎，你不愿意嫁给赵恒，咱们就退婚，哥哥养你一辈子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想嫁给世子嘛，他长得那么好看。我记得小时候他还给我买过糖葫芦吃呢。离婚一事牵扯太大了，明面上看不过是赵慎一时荒唐，没人会觉得姚若兰能威胁到我的正室之位。退婚更像是我在仗势欺人，善妒的名声会连累季家所有姑娘的亲事，甚至让人质疑太后的教义。荒唐！你已经跟恒哥拜了堂，怎么还能嫁到他的兄长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长兴侯府岂不是成了整个京城的笑话？新婚夜，我的夫君却在跟青梅竹马的表妹洞房，我已经是个笑话了。你如此善妒，够了！结亲不是结仇，慎哥的情况你应该清楚，连太医都说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站起来了。你说愿意嫁他，可是真的？赵侯爷他看明白了，我从一开始就步步为营，掐着赵恒的软肋激怒他，让他当众失控护住姚若兰，闹到退婚地步，再提出嫁给赵慎。他没有理由拒绝。赵慎错过了我，不可能再娶到门第相当的贵女，而且他知道我有能力帮着慎哥撑起侯府，我愿意嫁给世子。这一步，他只能应。好，是我赵家亏欠了你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无论如何，侯府的爵位都会传给慎哥。你们日后若没有子嗣，可从族中过矣。多谢父亲。爹，你不能这样偏心兄长，我也是你的儿子。你不满意我的决定？行啊，那就将姚家丫头交给季家处置，生死不论。这世上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，以后云舒就是你的嫂子，记得对她恭敬。是我没有教养好这个孽障，让云舒受委屈了。两家定亲之时，原本定的也是慎和也，他腿脚不好，今日就当是弟弟带他拜的堂。明日我亲自进宫跟太后和皇上说明，绝不会让半点不是落到季家头上。劳烦侯爷了。爵位没了，出身高贵的儿媳没了，他给赵恒规划的所有前程，一夜之间全毁了。恐怕姚氏要气疯了吧？不过我倒是整个人都轻松了，毕竟解决了心头大患。真的要嫁给赵慎吗？他要护着那个女人，咱们就有理由退婚，你又何必委屈自己？哥哥，你也看到了，那个女人是赵慎的心头肉，他怎么可能委屈对方一直做妾？我和季家在他心里都不过是垫脚石罢了。哥哥，我是真的喜欢赵慎，才想嫁给他的。他以前是很好，祖父也说他天纵奇才，文韬武略无不出众。可现在，你喜欢他什么？他长得好看啊！我前年在京郊别院见过他一次，那张脸，全京城别说男人，就是女子也没一个比得上。我知道，除了这个理由，不管我说什么，在哥哥眼里，我家赵慎都是委曲求全。那就让他以为我是个被脸迷了心窍的傻丫头好了。放心吧，哥哥，我喜欢他，非他不嫁。而且我们今晚就生米煮成熟饭，这样姑母就不能拆散我们了。口无遮拦，姑母就是太惯着你了，纵你什么都敢说。我只在哥哥面前说说嘛。我不会知道，我说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真心话，他全都听到了。姑娘，二爷大婚当日纵着妾室让您没脸，您生气是应该的，可哪里就至于换个新郎呢？赵世子可是个……奶娘，以后世子就是我的夫君。我这里没什么事儿了，你去歇着吧。姑娘，这姑爷还没来，不会是对这婚事有什么意见吧？若是有意见，侯爷肯定早就派人来通知了。难不成过了今晚，长兴侯府还能把我退回去不成？那要不要派人去问问？不必，今日不是世子娶亲，突然被拉来当新郎，总需要时间准备一下。你退下吧。赵慎就是泥人，也该有几分气性。我说嫁，人家就一定要娶吗？不过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赖也要赖上赵慎，
反正他用不了多手就会死，多我一个夫人有什么关系？我才不管赵胜会不会来呢，只要过了今晚，他就算不愿意这桩婚事，也别想甩掉我。赵慎，小说里读者的白月光，出身尊贵，年少成名，却天骄对落，成了世人眼中的废人。这样的落差足以让一个人变得消沉，甚至偏激。何况我之前毁了婚约，改嫁赵恒，他若是记恨，也是正常的。我的貌美夫君，他来了。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销魂。我不该因为穿成一个炮灰就骂老天爷的。能有这样一个极品夫君，老天爷待我当真不薄了。你还要看多久？我太累就先睡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。我记得你小时候性子就很好，如今也没变。嫁给你真好。嫁给我这样一个残废，你会受人白眼，遭人嘲笑讥讽。我这辈子也不可能给你带来什么荣耀。图什么呢？你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可让人图谋的吗？当然是图你有钱有势，还长得好。武安侯府还不够有钱有势，你就当我图你长得好吧。他好像真的不高兴了，我是不是太敷衍了？你也知道，我算是姑母养大的。姑母人前看着尊贵，但日子其实不好过。宫里的女人太多了，多得让人烦。你这样的，应该能让我省心一点吧？这双废腿，竟然还能有这样的用处，难怪他发现赵恒和姚若兰的事，会当机立断换人，就这样明晃晃的将善妒说出来，坦荡的让人意外。其实我说图你好看也是真的，你这么漂亮的人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受你师叔的夫子是哪位？教你用漂亮形容男人？这不是重点。算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还是早点睡吧。你不跟我一起睡吗？你确定真要跟我一起睡？洞房夜嘛，我们不要一起睡吗？咱们若是一直没动静，别人怕是会说……说什么？你不行。若我真的不行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这样问，那想必是行的。咱们既然成了亲，以后有的是时间。你不是早就累了吗？早点睡吧。她虽然不是真心喜欢我，但也不讨厌我，是个有趣的小姑娘。而且我隐隐觉得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一会儿敬茶，先给侯爷，再给夫人，茶要双手奉上。按照书里的剧情，赵恒娶了我之后，明面上跟我秀恩爱，背地里还得哄吃醋的姚若兰，两人3天一吵2天一闹，拉拉扯扯又甜又虐。可现在他没娶到我，跟姚若兰的关系却先暴露在了所有人面前。他会为了他放弃踩着高门贵女上位吗？不会。那接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微观男女主的虐邻情深了？谁让我是恶毒反派呢？男女主过得不好，我就高兴。一般姑娘遇上昨晚的事，不知得难过成什么样。她倒好，果断换了个夫婿，然后继续开开心心过日子。我好看吗？好看。长这么大从没夸过姑娘吧？嘴上绷得紧紧的，耳朵倒是诚实的很。古代的纯情帅哥啊，以后就是我的夫君了。一想到可以随意撩他的日子，就让人好期待。母亲，请用茶。好孩子。给姚氏敬茶时，他那一眼的恨意让我后背发凉。我突然想起了书里关于姚氏的那些事，书里写得很隐晦。姚氏趁侯爷在外应酬，给他下药。侯爷的原配沈夫人临产之际，姚氏找上门告诉他自己怀了侯爷的孩子。沈夫人惊怒之下难产，生下赵慎就去世了。赵慎摔断腿，
赵恒得了本该属于他的婚事，有了武安侯府做靠山。赵慎去世后继承了爵位，再障碍。这2件事在书里都是一笔带过。可如果不是意外呢？能对侯爷下药，能逼死原配，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恒哥做错了事，我昨晚对他行了家法，罚他闭门思过3月。多谢爹爹。你是个懂事的，以后好好跟慎哥过日子吧。一切顺利的简直不可思议。果然，我只是个恶毒女配。小说里女主敬茶被各种刁难的情节，根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做反派也挺好的嘛。侯府人少，没人会不开眼，今日就来得罪你。哪怕是夫人，众目睽睽之下也不会做落人画饼的事。不过，你将他得罪的不轻，以后要小心些。他还得罪了我呢，你怎么不让他小心些？还在气昨晚的事？你怕是不知道侯府的家法有多重。父亲说赵恒闭门思过3个月，那他这3个月都不可能下得了床。赵恒倒霉，我当然高兴。不过今日姚氏看我的那个眼神，让我很清楚一件事：即便没有嫁给赵恒，我也依旧成了这对母子的眼中钉。也是，侯爷那个承诺，让赵恒袭击是彻底化为了泡影，他怎么可能放过我？还有那个姚若兰呢？侯爷会怎么处置？他自小在府中长大，夫人当亲生女儿一般。如今既然两情相悦，又有了首尾，父亲说不得会成全他们。这是最好的结果，但我知道赵成不会在这个时候娶姚若兰。你在想什么？觉得这样不够解气？他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想说，这新房是给赵恒准备的吧？咱们住着实在膈应，我们搬到你的院子去住，行吗？当然行。不过这院子是刚翻新过的，位置也好。我住的琼华苑虽比大理大些，却很偏僻。你确定要搬过去？再好也是别人的地方，当然要搬。我早上就注意到了，赵慎换的衣服都是小厮临时拿来的。他腿脚不方便，突然换了住处肯定不习惯。再说了，侯爷对他要星星给月亮的，琼华苑差不了。世子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太后召见。姑母对我向来宠爱，听了昨晚的事一定会恼怒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可能不会让我嫁给赵慎。担心太后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其实你确实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，毕竟是终身大事，不能一时赌气草率决定。谁说我是赌气？我只是后悔昨晚没有生米煮成熟饭。别说胡话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有什么想法好好跟太后说，实在说不通就推给我。只要你不后悔，我总会站在你身后的。你这样好，我为什么要后悔？我觉得自己的选择再正确不过。皇帝表哥竟然也在，赵慎被叫走了，看来姑母是要单独问我。你说说，昨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发现赵恒跟他的表妹就不想嫁给他了。我本来就想嫁赵慎，所以提出将婚事换回来，赵侯爷也答应了。那个时候你应该在新房，为什么会跑出去？或者说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正在一起？不愧是太后，这么快就从那几句话里找到了最大的漏洞。不过好在原主的性格本来就骄纵肆意，行事出格不算犯常，贴身伺候的人都没有察觉到异常。我现在只需要想一个听起来合理的借口。赵恒和那个女人的事，你是之前就知道，还是昨晚才知道的？其中有赵慎的手举吗？他不在乎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他真正想知道的是我换婚是蓄谋已久，还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，更或者是不是被赵慎算计了。是昨晚才知道的。我想着赵恒有心上人还要娶我，一定是有所图谋，所以不想让他得逞。赵慎又是怎么回事？跟他没有关系。姑母，季家权势鼎盛，我觉得自己用不着嫁什么有本事的夫婿，找个合心意的就好。赵慎出身才华相貌都出类拔萃，只是断了腿，其实不影响什么。您说是不是？不怕日后别人笑话你嫁了个残废？那些人要是笑话我嫁了残废还过得不好，那我确实该难过。可如果是这么国事嫉妒我，除了嫁给残废没有其他可攻击的，那只能说明我哪哪都好呀。你这一趟出宫背话，倒是懂事了不少。
姑母这关算是过了，姑母不生我的气。你若昨晚被那姚氏母子忽悠过去，糊里糊涂跟赵恒成了姻缘，或者为了名声忍气吞声息事宁然，我才会生气。您不怪我自作主张就好，我就是仗着有您撑腰，才这么肆意妄为的。你遇事能有自己的主张，这很好。至于赵慎那孩子，当初你祖父便十分看好他，可惜你既也觉得他好，那就他吧，做个远离朝堂的侯府世子夫人也没什么不好。皇上会颁下赐婚圣旨，以后没人敢对这婚事说三道四，你回去安心过日子就是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如此为自己打算的姑母，不由想起了他在书中的结局。皇帝被下毒，身体病弱，赵恒害死父兄，掌控北地兵权，暗中投靠雍王，雍王以清君侧人民发动政变，姑母最后自尽于这座宁寿宫。我是炮灰女配，我身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男主的事业添砖加瓦的炮灰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昨晚没睡好，有些困。姑母，赵恒能不能让皇上顺便下旨，给他和那个女人也赐婚？你倒是大方，他们是什么东西，也配圣旨赐婚？长兴侯为你和世子请旨的时候，哀家已经下了懿旨，那个贱婢此生不得有名分。果然是虐文女主会有的待遇，可名分这玩意儿，它挡不住爱情啊。我以为自己改变了书中的情节，可现在想想，嫁给赵慎挡了赵恒继承爵位的路，太后这道懿制又让姚若兰短时间内无法光明正大嫁给赵恒。原文的主线剧情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太后为难你了。你不是说会站在我身后吗？跑得倒是快。太后跟你说提己话，我待在那里不方便。你倒是放心，也不怕太后一怒之下将你我的婚事作废。你是不是让皇上帮忙说话了？我进宫的时候以为要费一番功夫才能说服姑母，现在想来那么容易过关，实在有些不同寻常。看出来了，姑母的性子我还是了解的，她对我的婚事自然看重，没那么好说动。想必皇上没少少你的好话，你跟她的关系很好吗？能说得上话吧？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不过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姑娘，我今日去大厨房取午膳的时候，听人说姚姑娘昨夜寻了短剑。姚若兰要是死了，赵恒一定会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。他死了？死是没死，但割了手腕。是我想多了，女主怎么会死？男女主折腾的时候，死的只会是旁人。听说二公子被家法打得重伤，都下不了床了，还硬撑着让人扶去了兰香院。看到那情景，差点就疯了，当场让人杖责了几个伺候的丫头。大夫说姚姑娘没事后，二少爷还拿着刀以命相逼，让夫人同意他娶姚姑娘。幸好姑娘没有嫁给他，不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夫人答应了吗？你倒是把话说完再感慨呀。二少爷刀都比到脖子上了，夫人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怎么敢不答应？今日宫里来赐婚圣旨的时候，没有传太后的口谕吗？怎么没有？夫人倒还好，只是听说二公子听到口谕，当场晕了过去，醒来会跟姚姑娘抱着痛哭了一场。唉，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！所以坚持让赵恒娶高门贵女的一直是姚夫人。细想想还挺合理的，毕竟男主怎么可能为了上迷律放弃女主？难怪敬茶的时候姚夫人脸色那么难看。不过姚若兰这出手的时机倒是挑得好，若不是太后那道懿旨，她的心愿可就达成了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那时候摔下马，当真是个意外吗？怎么会这样想？他没有否认，不是意外，对不对？没有任何线索能证明那不是个意外。连侯府都查不到线索吗？可你心里清楚，不是意外，对不对？已经过去了10多年，结果如此，当年的真相已经不重要了。怎么会不重要？有人想要毁了你，胭脂他们今后不会再动手。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，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赵慎了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。可你真的会死？我行动不便，为了省事，在院子里设了小厨房，食材都是自己人采买的。你想吃什么可以跟他们说，院子里的人手你看着增减，不必过问夫人。你是说咱们院子里的事儿都由我做主，夫人管不着？
设小厨房更多的是防着有人在吃食上动手脚。那我夫唱妇随，以后岂不是也不用去姚氏跟前立规矩了？真是比我想的还要自在。没错，关起门来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别对我笑。怎么了？我怕我会把持不住。胡说八道。这是用今日送来的新鲜鲈鱼做的，你尝尝喜不喜欢？张妈的手艺不错，你若吃不惯，也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再找几个厨子。人生大事不过吃喝二字，自己这一波嫁得一点都不亏。父亲，大哥，我回来了。乖女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爹连看都没看赵慎氏一眼，直接拽着我进去了。堂堂大将军，使起小性子来比我还厉害。我们家就阿叔这么一个女孩，我爹恨不得将她捧在手心里宠。知道那晚洞房发生的事后，差点亲自上门去收拾你家二公子，我好不容易才拦住。多谢兄长了。不必客气。赵慎比哥哥大5岁，也不知怎么做到这样毫无心理障碍的叫他兄长。哥哥的脸色可精彩了。嫁你是阿叔自己的选择，我们都会尊重他的意愿。只是我爹心气不顺，若是对你有什么失礼之处，还请见谅。岳父疼女儿是全京城都出了名的，如今不得已嫁给我这么个残废，心气不顺也是应该的，我自不会多心。赵世子不必这样自谦，阿叔性子骄纵，以后还请你多多包涵。不愧是15岁就中了探花的人，几句话说得滴水不漏，让我知道我想说的他全都清楚。也是，赵慎摔的是腿，又不是脑子，聪明人点到为止就够了。爹，赵慎又没做错什么，这几日他对我很好，你别对他爱答不理的。你才嫁给他几日，就这么帮着他说话？他是不是说什么花言巧语骗你了？他有那张脸就够了，还用说什么花言巧语？你哥说你看上了他的脸，我还不信。你说说你什么眼光，看上这么个小白脸，中看不中用。他可不光脸好看，手上功夫也不弱呢。爹爹要不要试试？你确定？打坏了你可别心疼。您打不打得过他还不一定呢。不过您可别太明目张胆了，不好看。哼，你爹我是那种没分寸的人吗？这几日我观察过了，小厨房把控极严，银针试毒一样不少。身边的小厮不光是高手，还会医术。院中护卫的防守是整个侯府最严密的，暗中甚至还有人守着。放心吧，爹，我心里有数。赵慎在防备着什么人，但不像是姚氏母子。以他的身份和心计，真要对付那母子俩，不会这么多年没有动静。所以他一定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事。阿叔说这个残废手上功夫不弱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几分本事配得上我的女儿。这一击虽未尽全力，能接下的人却不多，可他竟然接得这么轻描淡写。女儿这是看上了个什么怪物？爹，赵慎腿脚不便，你怎么能欺负他？我没有欺负他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不小心失手了。小婿拜见岳父。罢了，我听到你家老二做的那些破事儿，本来一肚子气，但阿叔说的对，那些都跟你没有关系，甚至之前换婚的事也是我季家愧对你。岳父言重了，阿叔是您的掌上明珠，您希望他嫁得好，无可厚非。人算终究不如天算，我昨日去钦天监问过了，你和阿叔确是天作之合。他母亲早逝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又自小不在他身边，如今我将他交给你，希望你以后好好待他。小婿定会尽力待他好。赵慎其实没什么不好，唯一的遗憾就是那双腿。但云兰说的对，季家不需要更进一步了。赵慎不能入朝，正好可以避开朝堂那些风波，女儿跟着他，日子也会安稳一些。父亲说这些话的样子，像是在托孤。上战场的人都有随时赴死的准备，可在书里，这位保家卫国的大将军，不是死在战场上，是死在别人的算计里。若用尽一切办法也无法扭转剧情，那我拼死也要一刀将赵恒送到地狱。爹果然忍不住了，吃过饭就拉着赵慎去了演武场。
也好，我也想知道赵慎到底有多少本事。父亲和哥哥准备什么时候启程？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嫁了人就是不一样，都知道关心人了。我和父亲明日一早动身，不必担心，边境稳着呢。书里父兄出事是我出嫁1年后，可现在我嫁的人都换了，谁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变故？这些话我没法说，只能尽量多提醒。战场上多的是意外，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。哥哥千万不可大意。我听你的，一定小心。哥哥，我听说漠北巫医曾研制出一种能生死人肉、白骨解百毒的避灵丹，被当作至宝收在漠北王庭里。你能不能想办法拿到？避灵丹在书里是真实存在的。后面姚若兰中毒快死的时候，赵恒逼得漠北王拿出避灵丹保命。既然要跟男女主主硬刚，这种保命的东西必须先攥在自己手里。你不会是想用来治赵慎的腿吧？传言中的东西你也信？你自己想，漠北王都死了好几个了，真有这种东西他们不知道吃？哥哥以为我是为了给赵慎治腿正好。我横竖是好奇嘛，传言总不会空穴来风吧？万一真能救命呢？你帮忙找找看行吗？好，你想要我就帮你去找，不过这东西可能并不存在，你别太大的希望。哥哥去找避灵丹，就一定会深入了解莫王庭，到时候莫王突然病逝，兴亡异动，他不会毫无察觉。这一步棋不亏。我本该对季家父子没什么感情的，穿书而已，他们不过是书里的角色。可成了季云书之后，他们就是我血脉相连的亲人了。父亲揉我头发的手，哥哥敲我脑袋的力道，都是真的。一想到书中他们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，我就很难不觉得难过。是在担心岳父和大哥吗？漠北王年纪大了，也没什么男亲的雄心壮志，北疆局势安定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可若是漠北王死了，换个人上位呢？怎么这么说？漠北王虽然年事已高，但身体似乎还好，况且就算新王上位，也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要紧，不一定就会有战事。你说的对，是我杞人忧天了。我知道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，连守在北疆的父兄也没有预料到漠北会突然出兵，所以才会那样猝不及防。不过我既然能改变自己嫁给赵恒的命运，那也一定能救他们的命。我爹跟你说了什么？他没有在为难你吧？自然是叮嘱我好好照顾你。你以后想知道什么，可以直接问我。我爹告诉你的？季大将军不是一个会对残废出手的人。我就是想看看你有多厉害。你看到了，可还满意？我一直都对你很满意。对付这样的古代纯情小美男，我简直是降维打击。短短几日，我发现跟赵慎相处确实很轻松。他从言谈举止到品性修养都无可指摘，说话做事永远谦和有礼，哪怕面对我的调戏，也能害羞的恰如其分，完美的有些不真实。我以前听人说过，一件事如果完美的不像是真的，那它大概率就不是真的。人也一样，只是不知道赵慎这张完美的面具下藏着怎样一副面孔。我真的问什么都可以吗？看来夫人有很多疑问。倒也没有多少，我只是想知道这院子守得滴水不漏，在防着谁？你可以认为是我惜命。平白无故的，犯得着这样惜命？我并不是想探听你的隐私，但我已经嫁给了你，夫妻一体。我不希望自己有一天连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你当真不知道吗？那为什么会知道二弟和姚姑娘的事情？为什么会选择嫁给我？又为什么会认定我当初摔下马不是意外呢？我就说嘛，这么明显的破绽，太后能看出来，赵慎又怎么会毫无所觉？好在我早就想好了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？你梦到了什么？我嫁给赵恒后发生的一切，
父兄惨死，赵恒却拿到了北疆的兵权，帮着雍王谋朝篡位，也不管赵慎信不信了，索性全说出来。你说雍王谋逆，只关心这个。父兄惨死没有质疑，赵恒篡位没有惊讶，他唯独对雍王谋逆追问了一句。我理了理刚刚说的话，父兄惨死，赵恒拿到兵权，投靠雍王，这些他全都不惊讶，唯独雍王谋逆，只有知这件事是在赵慎死后发生的，我都能穿书，还有什么不能发生的？哦，我刚刚忘了说，在我的梦里，你也死了。果然，一个生来尊贵的天之骄子，从风光正盛之时跌落尘埃，见识了世态炎凉和人性冷漠，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光风玉月的君子？眼前的这个赵慎，怕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。赵慎，我不想死，也不想让我的家人死。我也不想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能扳倒赵恒或者雍王吗？既然注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那还玩什么宅斗宫斗？最好一劳永逸。不行，我甚至动不了姚氏和姚若兰。动不了是什么意思？这么多年，无论我做什么，姚氏母子都能躲过去。有时候他们甚至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化解危机。当真有，上天必有。果然有主角光环，赵真重活一世都奈何不了他们。这东西当真无解吗？但你嫁给了我，你是这么多年来我生活中唯一的变故。你说的对，我嫁给了你，一切都会不一样的。压在心头的事终于分享出去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好多。今晚一定能睡个好觉。二房的嫡女赵福，看着精心打扮过的模样，不明白她突然来做什么。大妹妹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大哥大嫂新婚燕尔，我知道自己不该这个时候来打扰，只是听主院的人说大娘病了，我想着让大嫂陪我去探探病。赵福这是怕我不知道婆母病了，不闻不问落人话柄。说起来还真是一番好意，多亏了大妹妹提醒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入乡就得随俗，这个时代孝道大于天。大哥不去吗？我就是心里想扳倒姚氏，也不能在明面上不孝顺婆母。你大哥身子也不太舒服，可能是昨日跟我回门累着了，今日早膳都没多用。大哥又病了，大夫怎么说？又竟真是兄妹情深吗？不过怎么说又呢？你大哥说歇2日就好了，不用请大夫。我刚来不知道，世子经常病吗？没有，大哥的身子其实很好，他只是待在院子里不爱出来，人们便说他体弱。大嫂不必听信那些谣言。是这样啊。在原书中，赵慎是有些病弱的，所以后来他的死理所当然。没有人怀疑，没有任何疑点。可现在，他除了断了腿，身体好好的。昨日在演武场跟我爹过了那么多招都没事。既然身体没问题，为什么会有体弱的谣言？是谁在传？又是为了什么？母亲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几日不见就病成了这个样子？是啊，怎么突然就病成这样？大夫怎么说？既是这几日的言行我都看在眼里。过门之后，除了敬茶那天，再没有来主院请过安。传出去一个不敬婆母、不孝长辈的罪名，他是逃不了的。谁知这个时候，他倒来给我探病了。大约是前些日子事多累着了，歇几日就好。劳烦你们来看我。母亲说的什么话？我们做晚辈的来看您不是应该的。我刚嫁过来，这几日手忙脚乱的忘了规矩，还多亏了大妹妹提醒，才知道您病了。多亏母亲宽厚，不跟我计较。我终究是长辈，怎么会跟孩子们计较？母亲不怪我就好。
出身高贵还能豁得出去脸面的姑娘不多，我还是低估了她。若她当日能安安分分地嫁给恒格尔，恒格子又怎么会为了若兰跟我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？这几日恒哥拖着被家法打到重伤的身体，为了姚若兰要死要活，拿刀以命相逼，让我同意他娶那个丫头。这病来的突然，何尝不是被他们气的？可我怎么敢让他违背太后的意志？母亲好好歇着，我们改日再来看你。大嫂，我先回去了。大妹妹慢走，今日多亏你了。姚氏的病是真的，但未必全是累出来的。想想赵恒这几日干的那些事儿，换我是他也得气出个好歹来。不过人生如戏，他演得不错，我演得也不差。赵父今日的行为，是二房在向我释放善意，还是他自己的主意？这个以后再……等等，这还是新婚那夜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女主。这一刻我承认，书里关于她容貌气质的描写确实不夸张，病成这样都好看成这样，难怪赵为她要死要活。你看不起我是吗？姚姑娘觉得自己的行为很让人看得起吗？那晚的事，是我不对，我只是舍不得放开他的手，我没想过要……姚姑娘，你跟我道歉没有用，该道歉的人不是你，是他。我自小来到侯府，跟恒表哥一处吃一处住，他从小就说长大后要娶我。我并非有意插足你们的婚事。所以你想说，是我插足了你们的感情？若是没有跟你的婚约，他一定会娶我的。可这婚事是他自己答应的，我没有强迫他。况且现在我已经嫁了别人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他怎么还不娶你呢？太后的意志那有什么关系？他不是真心爱你吗？不是可以为了你去死吗？为什么不能放弃身份地位，跟你远走高飞？只要他不再是侯府公子，太后难道有那个功夫关心他娶了谁？那怎么可以？还有姑母，我们走了姑母该怎么办？你看到了吗？阻拦你们在一起的人从来就不是我，没有我，他依然不会娶你。我不再理会他，直接转身走了。不过走出去没几步，我就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没想到自己多嘴说了几句话，就惹了个大麻烦。你把若兰怎么样了？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叫我把她怎么样了？我能把她怎么样啊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装什么无辜？今日你跟她说完话之后，她就不见了，说跟你没有关系，谁信？不见了，我一下就想起了书中的情节，所以我没有嫁给赵恒，反而让男女主那你追我逃的虐恋情神更早上演了。只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叫我跟他说完话之后他就不见了？首先是他要跟我说话的，其次说完话后我就回来了，并没有对他做过什么，院子里的下人都能作证。你又有什么证据说他不见了跟我有关系？我会变戏法把人变没不成？他是自己离开的，可好端端他为什么要走？是你嫉恨他，所以赶他走的，是不是？若不是你让太后下了懿旨，我们本来能成亲的。那能怪我吗？那要怪你自己。你心有所属，为什么还要答应跟我的婚事？为什么要娶我？你若是一开始就娶她，太后会闲得没事下那样的懿旨吗？你这个巧言恋色的女人，我饶不了你！二弟，你失礼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都比不过他，如今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依然高我一头。你没事吧？二弟吓死我了，莫名其妙闯进来，说我赶走了姚姑娘，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赶她做什么？说起来，我能嫁给你，还要感谢她呢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对，跟你大嫂道歉。你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让我跟他道歉？不敬长嫂不是小事，还是你想让我跟父亲去说？这是我的院子，我的夫人。你进来之前没有通传，这本就是你的失礼在先。是我的错，请大嫂见谅。我不见谅能怎样？道歉都没有诚意。不过想想赵恒这几日虐身又虐心，
已经够倒霉了，懒得计较。算了，姚姑娘失踪，二弟着急我能理解。她一个姑娘家孤身在外不安全，二弟有找我麻烦的功夫，还是先去找人吧。赵恒以为我会为难他，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，他大概不会明白，为难一个已经够倒霉的人，实在没什么意思。我以为你很讨厌姚姑娘，跟我摊牌的时候，开口就要扳倒赵恒。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怎么不顺手为难一下姚若兰？我是很讨厌他，但照你的说法，你不妨派人去看着点儿，他说不定会有什么奇遇。凭着女主的光环，姚若兰不仅不会死，还会遇难成祥。与其费心去对付他，不如盯着他，说不定能捞到些有用的东西。去盯着二少爷和姚姑娘，有什么动静随时来报。面前的女人似乎不只是做了个梦那么简单。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是要我闭了眼你才满意吗？娘，若兰一个姑娘家只身在外，若是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好？不管怎么样，先将人找到是正经。她6岁就来了咱们家，我亲手养到这么大，难道我不心疼她吗？可是事到如今，将人找回来，你准备怎么办？让她一直没名没分地跟着你吗？她若愿意，又岂会离开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只有拥有足够的权势地位，才有随心所欲的资格，你偏偏不听。我当初费尽心思为你争取到季家的婚事，就因为你一时冲动，让事情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太后一句懿旨，就断了你跟若兰的可能，你可后悔？你还年轻，一时想不通也是有的。若兰已经是你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好着急的？找到后，先安置在外面吧。母亲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若兰她，我不可能就这么把她安置在外面。那你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给她个名分？拿什么给？太后的懿旨还压着呢。你这性子什么时候才能稳重些？你看看世子，比你才大半年，这些年将个琼华院护得滴水不漏。大哥自然是什么都好，爹爹喜欢他，你也觉得他比我强。他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能指望的还不是你？你听我的话，定一门好婚事，日后将侯府的爵位拿到手，你和若兰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可父亲说了，爵位是兄长的，就算兄长没有子嗣，也可以过继。你也大了，应当知晓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有些东西是要自己争取的。我也是父亲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能继承爵位？如果继承了爵位，季家甚至宫中的太后也得给我几分面子。况且太后还能活多久？总有一日，我能光明正当的将若兰娶进门。其实并不完全是姚氏的话激起了他的野心。那日父亲行想法，太后颁懿旨，赵慎逼他当众道歉，那些屈辱一件一件压下来，才是真正的引线。总有一日，他要把他们都踩在脚底。母亲的身体看上去已经好了，真是病去如抽丝。是啊，也多亏了你日日来看我。儿媳什么都没做，可不敢揽功。你是个好的，可惜恒哥没福分。如今你成了慎哥的媳妇儿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娘为恒哥之前的不懂事跟你道歉，你别跟他计较。过去的事情，母亲还提他做什么？您不怪我当时行事鲁莽就好。我想着一家人有事儿说开了才好。你不知道，慎哥一直跟我不亲近，尤其是出了事这些年，更是把自己关在院子里，一年到头也不出来几回。我这心里担心，可总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如今总算是有了你，日后你可要好好劝着他些。态度诚恳，眉目间还有淡淡的悠悠，这炉火纯青的演技让我叹为观止。你不知道，他说话的时候活脱脱一个慈母，看得我鸡皮疙瘩都快出来了。小时候他对我很好，几乎比对赵恒还好。我生病了，他会整夜不睡守着我。我挑食，他会亲自下厨做我喜欢吃的菜。我刚启蒙那会儿，他还手把手教我写字。姚氏这个人啊，怎么说呢？他不像一般的继母，会做样子给别人看，或者干脆捧杀。他能演戏演到自己都相信是真的，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。可他说你跟他不亲近。等我大了一点，知道母亲是因他而死的时候，
就怎么都跟他亲近不起来了。可他曾对着父亲哭诉，说他只是突然查出身孕被吓坏了才会来找母亲，没想到会因此害死母亲。他会用自己的余生来忏悔赎罪。姚氏有一个好处，做错了事从不吝啬道歉，这让她显得格外真诚。作为一个女子，爱上一个有妇之夫，还被查出了身孕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做错了事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事后能够潜心忏悔，好好对赵慎，比对自己的儿子还好。还不是做戏，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若是我在赵慎的位置上，怕是也不会怀疑他。曾经我相信了他的话，哪怕断了腿，变成残废。这究竟是倒了什么霉，才会遇上姚氏这样的继母？不过想想梳理自己的遭遇，好端端嫁个人，却成了别人的垫脚石，家破人亡，似乎也没好多少。那后来你是怎么怀疑上他的？回来以后，我重新将所有的人和事推演了一遍，他没有任何破绽，但我出事，他和赵恒是最直接的受益者，而赵恒没有那个心机和城府，能做到这些还不露一丝痕迹。他的病好了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做什么。好在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，所以他以为自己还在局里。这种看着对方演戏的感觉还挺好玩的。虽然事实证明弄死主角很难，但知道剧情的优势，起码让我知道所有藏在暗中的人，这就够了。他的病能好得这么快，说明他已经说服了赵恒，估计很快就会帮他重新交看婚事了。赵恒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吗？那姚若兰呢？你怎么会觉得姚若兰能阻止赵恒的婚事？怎么说呢？你可以理解为有些人生来就是老天的宠儿。你说姚若兰？姚若兰，她出生的时候，姚家已经过了最风光的时候，从小因为家里获罪被流放，被姚氏接回侯府，也不过是寄人篱下。赵恒不论多喜欢她，也很难娶她做正妻。这样的人，也好意思说是上天的宠儿？